你現在聽到的是美國近代史上最神秘、最讓人牽掛的兩大懸案——黑色大麗花與黃道12宮。他們曾困擾警方、專家與民眾長達數十年，無數人試圖尋找答案，卻始終止步於迷霧之中。今天，我們將用最完整、最清晰的方式，講述這兩起案件的全部經過，以及在現代科技幫助下逐漸浮出水面的驚人線索。故事開始於1947年的洛杉磯，那是一個平靜的清晨，一位市民在城市空地上意外發現了一具年輕女性的遺體。現場經過仔細處理，整體呈現出被精心布置過的痕跡。警方迅速抵達現場，展開全面調查，很快確認了女孩的身份：伊麗莎白·肖特，一位来到洛杉磯追尋夢想的年輕女孩。她性格溫柔，喜歡黑色系穿搭，身邊朋友都親切地稱她為黑色大麗花。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溫柔的名字會在一夜之間成為全美皆知的懸案代號。伊麗莎白的人生和許多來到大城市的年輕人一樣，充滿期待，卻也充滿不易。她從小經歷家庭變動，年紀輕輕便獨自在外生活。來到洛杉磯後，她希望能找到屬於自己的機會，在陌生的城市裡努力生活。朋友結交了不少，也接觸過各行各業的人。生活雖然不算富裕，卻依舊保持着對未來的向往。沒有人會預料到，這樣一個普通又努力的女孩，會成為一樁驚天案件的受害者。案件發生後，洛杉磯警方立刻啟動最高級別的調查行動。他們走訪了數百位相關人員，排查了大量線索，收集了海量信息，希望能在最短時間內找到突破口。然而，案件的複雜程度遠超想象，兇手行事極為謹慎，現場幾乎沒有留下能夠直接指向身份的痕跡，反而處處體現出冷靜細緻與極強的心理素質。這種冷靜讓經驗豐富的調查人員也感到十分意外。更讓警方感到壓力的是，案件發生後，有人主动向媒体發送信息，語氣平靜，仿佛在講述一件與自己無關的事。這些信息沒有威脅，沒有過多情緒，卻像一個無聲的信號，暗示着案件背後藏着一個思維縝密、行事冷靜的人。媒體將消息公布後，全美民眾都開始關注這起案件。人們既同情受害者，又對未知的真相充滿好奇。一時間，黑色大麗花成為全美國最受關注的名字。時間一年一年過去，一代又一代調查人員接手案件，無數線索被重新梳理、重新驗證，可真相依舊藏在迷霧裡。嫌疑人名單不斷更新，卻始終沒有一個人能夠被完全確認。人們開始猜測，開始分析，開始從不同角度還原案件經過。可越深入，越覺得案件深不可測。黑色大麗花因此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懸案之一，被書籍、影視不斷提及，卻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的結局。就在人們以為黑色大麗花會永遠成為謎團時，另一樁驚天案件在20年後悄然登場。它就是讓全美陷入緊張的黃道12宮案件。時間來到1960年代末，美國加州北部接連發生多起令人不安的案件，兇手的目標多為外出的普通人，案發地點多在郊外路邊和安靜的街角。與一般案件不同的是，兇手在行動之後會主動聯繫警方與媒體，告訴大家案件是自己所為。更特別的是，他會附上一段段由特殊符號組成的密碼，聲稱裡面藏着自己的信息。他自稱黃道12宮，並在信件中平靜地講述自己的行為。
他不慌不忙，不躲不藏，仿佛在與整個社會進行一場無聲的對峙。這種公開表達的方式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媒體不斷刊登黃道十二宮的信件，警方全力破譯密碼，民眾則在緊張中關注着每一步進展。黃道十二宮留下的密碼成為整個案件最核心的謎團。這些密碼由不同符號組合而成，結構嚴謹，顯然經過精心設計。無數密碼專家、愛好者、學者加入破譯工作，希望能從中找到兇手的身份信息。其中一組密碼，兇手明確表示裡面寫着自己的真實名字。這句話讓所有人更加期待密碼背後的答案。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密碼始終無法被完全解開，人們不斷嘗試，不斷推翻，不斷重新開始，卻始終無法突破最後一道關卡。黃道十二宮也因此變得更加神秘，它仿佛隱藏在人群中，冷靜地看着外界為他的謎團忙碌。這種神秘感讓案件持續發酵，成為與黑色大麗花並列的美國兩大懸案。多年以來，幾乎所有人都把黑色大麗花與黃道十二宮當成兩起完全無關的案件，它們發生在不同年代、不同城市，呈現出不同的形式，表面上沒有任何交集。專家、警方、民間研究者也都是分開調查、分開分析，從未將兩條線索合併。然而，隨着調查技術的進步，尤其是 DNA 技術、筆跡比對、大數據分析的普及，一些過去被忽略的細節開始慢慢浮現。有人提出，兩起案件的幕後之人，在行為模式、思維方式、心理素質上，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極度冷靜，都擅長隱藏痕跡，都具備極高的智商與耐心，都能在長時間內不被任何人發現。2025年12月，一位民間冷案調查者對外公布了自己的發現。他宣稱，借助人工智能技術，破譯了黃道十二宮殺手留下的一組密碼，並將嫌疑人指向了一個名字：馬文斯基普頓·馬格利斯。他同時提出，這名嫌疑人既是黑色大麗花案的兇手，也是黃道十二宮殺手。這個結論一經公布，立刻震動了所有關注懸案的人。根據調查者整理的信息，這名嫌疑人出生於1925年，曾經接受過專業訓練，具備極強的學習能力。他年輕時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擔任過醫護兵，接受過外科手術訓練，這被認為可以解釋黑色大麗花案專業的肢解手法。他生活軌跡與兩大案件發生的時間地點高度吻合。更令人唏噓的是，這名嫌疑人於1993年以高齡自然離世，直到生命結束都沒有被警方逮捕，也沒有公開承認過任何事情。但是這裡需要特別說明，這一結論來自民間調查者的個人推論，目前並未得到美國官方機構的正式確認。聯邦調查局和警方從未官宣認定馬文就是兩案兇手。兩起案件在作案模式上存在巨大差異。黑色大麗花兇手作案後選擇徹底沉默，黃道十二宮殺手卻瘋狂寫信，主動博關注。兩種完全相反的犯罪心理，讓同一人作案的說法在主流罪案學界至今仍存在很大爭議。截至現在，黑色大麗花案與黃道十二宮案依然屬於沒有被官方正式偵破的世紀懸案。回顧黑色大麗花與黃道十二宮的全部歷程，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兩起懸案，更是一段跨越近100年的追尋之路。從當年警方日夜不休的調查，到後來民間愛好者的持續關注，再到現代科技一步步展開新的線索，
人們從未放棄對答案的追求。這種堅持不僅是為了破解謎團，更是為了給逝去的人一個交代，为了让正義以另一種方式抵達。伊麗莎白·肖特，她一生向往美好，卻在最年輕的時候遭遇不幸。黃道12宮案件中的每一位受害者，也都是普普通通、認真生活的人，他們不該被遺忘，他們的故事也值得被認真講述。這兩起案件告訴我們，無論時間過去多久，無論真相藏得多深，只要人們不放棄，只要科技不斷進步，迷霧終會散去，光明終會到來。今天我們在提起黑色大麗花與黃道12宮，不再只有恐懼與神秘，更多的是對真相的敬畏，對生命的尊重，以及對正義的信念。那些曾經困擾幾代人的謎團，正在現代文明與科技的幫助下慢慢清晰。願每一個被遺忘的人都被銘記，願每一個未解的故事都迎來結局。願我們永遠保持對真相的敬畏與熱愛。如果你喜歡這期內容，別忘了點讚、關注、評論。我們下期再見。